大家好，我是周弟。外行新手最常询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这枚币是真的假的？很多人都想说啊，商家应该给你个答案。商家不鉴定，看不懂还开什么店？那我们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想想，当被询问真假时的老板在想什么？后面也会教各位用其他方法得知自己的钱币是真是假。OK， 通常初次见面呢，不太适合直接询问真假。为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啊，现在的鉴定公司已经是普及化了，国内的鉴定费啊也不是很贵。第二，还是建议没有鉴定能力之前啊，还是不要碰裸币。像小孩明明告诉你摸这个会烫，对吧？第三啊，最主要是对方是谁，我不清楚，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币是假币的事实，我不知道。大部分是啊，假的。你才假的，你全家都假的，是真的。哦，谢谢哦。没要卖，你问个屁！圈内呢，常常听到某某商家告知假币后啊，遭到袭击的情况，所以也请新手们能够理解。中山请见价啊，500元啊，因为肯定也是假的，它也是假的。最后啊，我发现大概能稍微区分哪些人接受不了假币的事实。当一个人拿着钱币让你看的第一句话，这是我家祖传的银元啊，这是我的爷爷，就是哎呀，你不要来哥哥，不要经过我们看东西，我们只看东西。通常祖传的这句话一出来啊，就不是问你钱币真假这么简单了。你给的答案很可能直接的对他祖宗不敬啊。牛不牛逼？惊不惊讶？震不震撼？没事。这话就说，我这个人很实实在在。这个还要放大镜看。你说实话了，叫假的没关系。说实话，哎，这个是1000%真的。进那个评级，各大评级应该是进不去。都进评级都进不去，懂了吧？公平，知道了。公平。探讨一下，它的秀色都是一致的，然后它的有点浮，我只是这样说。也可能我们的眼光也一般嘛，很多东西不答案。以前我在上海开店的时候啊，就有一人进门就这么一说。当时同行前辈都有嘱咐，不要给人随便鉴定啊。有要卖我的话，真的我买。假的就说不要就好。当时我年少轻狂啊，看到钱币明显假的可怜啊。对方说，我妈20年前就买了这批银元啊。我说，对，这假币程度啊，一看就是20年前的水平啊。他说，可是我妈临终前说这些都是真的，当时还买很贵呢。我说，对啊，银元面值是1元啊，2块钱都算贵啊。假币贩子啊，都会说是真的啦，我妈不会骗我的啦。你妈没骗你，她没骗你，因为她也被骗了呀，没道理啊。她要走的时候，明明就握着我的手说，要走的时候更是要面子啊。老板，你的意思是？我就大胆的猜测好了哈。有一天呢，老人家很早就起来了，想说出去溜达溜达呢，经过一个馒头店啊，买了个馒头当早餐。吃着就晃到了早市，经过了地摊就跟人家闲聊，然后啊撞见了自己年轻时期使用过的银元，相当的怀念啊，而且年轻时啊自己也没能留下这些银元，于是就问这些多少钱啊？贩子啊看到老人家就像看到肥羊一样，这些啊都是真的啊，工艺品。于是啊老人家就掏出了腰包，便说道啊，好啊，来点真的。我以前啊都花光光了，现在儿孙有能力了，就补几颗回来回味吧，反正都是赢的，亏不了多少。儿子啊，这些都是妈年轻花剩的，你好好留着。不是，我妈知道路边贩子卖的都是假货呀。那你妈会为了怀旧跑到钱币店购买一颗昂贵的银元吗？最重要的是啊，你妈对你的那份心意啊，兄弟。当然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板啊，现在都发行人民币了，咱们也去换钱吧。不换，老子就信真金白银，换点呗，家里还要过活啊。我不缺钱，不换。也是真的有祖传下来的情况啦，而且相信是不少啦。真正的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看钱币说话的。一般钱币看假的话，事实就很明显了。好的，现在有几个方法让外行人用比较间接有效的方式得知自己祖传的钱币是真的是假的。
第一个方法，送鉴定。送鉴定公司评级呢，这算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评出为真币啊，直接拿去打脸这些商家。如果评出是假币啊，也不要太绝望。我们试试下一个方法。实体店询问，选择一家钱币店，先看看对方店里卖的是不是属于自己手上的项目，不要拿纸币跑去一家卖邮票的店去询问。询问技巧很简单，就一句话：老板，这个你有没有收购？一般开店的啊，都是靠收购钱币赚取差价。如果老板开始询问你多少钱卖时啊，那代表有戏了。这时你问老板能出多少钱？老板如果对你出了价，那东西肯定就没太大问题了，对吧？你可以说好的，我回去想想，不一定马上要决定嘛，对吧？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另一个情况呢，如果老板连出价都没有，直接就说不要，那假币的几率就比较大咯。生意都送上门了，没道理不做，对吧？如果是真币的话，好歹随便出个便宜的价，搞不好人家不一定就卖你了。这时没关系，可能这位老板啊不太会看，咱们的东西啊可能等级有点高啊，是孤品，多找几家，去找门面大一点的，店里人流比较多的，那肯定没问题，对吧？老板肯定在行内算是做得大的，对吧？专业度肯定够。老板，这个收不收？这个我不收。这时没关系啊，可能老板呢只要好的，我们这枚他看不上，不要太气馁，多找几家试试，总不可能大家都不做生意吧？算了，我还有下一招。上网呢找钱币相关的论坛，帮自己钱币呢拍一些美照，记得要拍得清楚哦，弄好图发上去。如果是真的啊，就会有无数的人在底下留言询问你价格，要跟你买。如果都没有啊，甚至直接大胆的直白的留言是假币，这时你也不要难过，这些人呢都是网军，都是键盘侠，他们都不懂，相当合理。我还有一个方法，送拍卖。拍卖公司呢，绝对是见过所有形形色色的钱币，要找就要找有钱币类的拍卖公司，看你是要找网络形式的拍卖，还是微信拍卖。如果你的东西够好啊，可以直接找现场大型的拍卖公司哦。拍卖公司都会收取买卖双方的佣金，只要东西是对的呀，就能有利润。就算成交100块呢，也还能赚10块，对吧？但是卖了假的钱币啊，不但容易有交易纠纷之外啊，也会影响拍卖公司的名誉。所以通常一家拍卖公司的背后啊，都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帮忙鉴定钱币拍品。去送送看吧，如果还是被拒绝的话呢，连收都不收哦，那不要难过，我再想想办法。好，这期就先这样，我们下次见。我会再想办法，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谢谢，拜拜。